这不是一支典型的家电开箱影片，而是经时间验证最适合我们家的 Top 5家电推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olly。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新家开箱系列的第1集，分享我们家入住2年后最有感的5个好用家电。装修前呢，我也会跟大家一样上网做很多的功课，但真正住进来后，家电好不好用，不只是上网看评价而已。这一集不只介绍功能，还会用实际的生活来分享这5个家电各自解决了我们家什么样的问题，以及我们怎么找到自家的替代方案。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，多一点不同的思考角度。介绍我们家最满意的家电 Panasonic 6门冰箱。我们家一共有4个成员，选的是550公升的容量。日式冰箱最大的优势呢，就在于空间的利用率高，以及分层清楚，非常适合现代的小家庭使用。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实际使用上最有感的3个亮点。一开始我就很确定要对开门的冰箱，由于厨房空间有限，如果单开门面积会太大，容易卡到厨房动线。整台冰箱主要分为6大区块，其中最常使用也最顺手的就是冷藏室，中间一共有4层，我会放备好的菜、熟食、肉类、鸡蛋和保鲜盒，最下方有一格为解冻切换室。通常呢，我会把5天内要煮的肉类或者是海鲜呢放在这一格里面，食材表面呢会微微的结霜，但还不到完全冷冻，可以延长保鲜，又不会硬到不好处理。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格还蛮实用的，比较不会容易把食材冰到忘记。2侧门片主要放各种调味料，左下方是冰水，制冰室的储水箱在这里，容量是1.2公升。每次制冰大约2小时，底部有隔音垫设计，可吸收冰块掉落的声音。急冻室的功能是提供快速降温，像是腌制小菜或甜点凝固用，但我们家没有降温的需求。这一格是拿来做第2个冷冻库，专门放冷冻面包、饭团和少量的食物。冷冻室采用阶梯式抽屉，一共3层，上面2层放常用体积小的冷冻食品，最下层则是放体积较大的冷冻包。鱼片我会用大创的分隔夹做直立式的收纳。最后是蔬果室，我们家的白米呢是放在冰箱里面做冷藏，牛奶还有饮品呢都是放在这一个区块里面。上层抽屉放小型蔬果，我会用保鲜盒做分类。下层则是放叶菜或大型蔬果。有时我会收到网友私讯我，想要看我们家冰箱是怎么收纳的。但老实说，我们家的冰箱收纳呢，不是那种日本太太放满了保鲜盒，然后整整齐齐的那种路线。大家知道在这样子的照片背后说明了什么吗？通常都是女主人一个人在维持冰箱的整洁。我是属于很在意夫妻共同分担家事的那种女生，所以不会把冰箱收纳这件事呢全部都落在我自己的身上。他总不能负责吃吧，碗当然是他要洗啊。我家收纳冰箱的大原则呢，就是弹性收纳，以大人小孩呢都方便拿取为优先条件。从今天起，各位女性们可以开始训练你的老公整理冰箱。当初其实我是在 Hitachi 跟 Panasonic 这2个品牌在做挑选，刚好我娘家呢是使用 Hitachi 6门的480公升，相较之下我自己更偏好 Panasonic 的外观设计，整体的线条比较简约利落，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。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跟我说，冰箱呢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家电，一用呢就是10年起跳，所以呢多一点预算买好一点的是值得的。2年之后呢，我现在回头再看，真的觉得当初的决定是对的，它完全的符合我们家所有的需求，不管是在外观上面、功能上面、收纳上面，
省电等等之类的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冰箱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我们家邻居买冰箱的经验，请务必买冰箱前要记得测量这个厨房门的宽度，因为我们家邻居就是忘记测量这个宽度，所以冰箱来的时候塞不进去，是后来拆了门勉强卡得进去，不然呢我们家当初也差一点点，就是这个也是进不去，这样子分享给大家。Clear Evo 是我们家唯一入住2年之后呢才更换的家电。其实一开始我们入住的时候不是选顺冰顺乐型的净水器，是实际真的入住了2年之后，这些隐性的需求慢慢浮现，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有固定过滤用水的习惯，从租屋的时候呢，就是用那传统的滤水壶型，搬到新家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使用一般的厨下型净水器。由于当时的装修预算有限呢，就沿用了旧的电热水壶作为茶水区的热水，规划了2个茶水区，一个在餐厅泡茶用，一个在厨房料理用。老实说，在那个时间点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动线规划已经很完美了。但住进来2年之后，我和先生慢慢才发现，其实问题不是出在水质，而是出在每天的用水流程。最明显的呢，就是我和老公每天都在重复煮水、等水凉、煮水、等水凉，然后再装进2滴的无印良品冷水壶中。我们家有4个成员嘛，喝水的量也很大，加上现在冬天，热水瓶4滴里面的水呢也常常不够用，再等加热呢也要15分钟。每天早上要为2个孩子准备500cc 水壶去学校，装完后常温水也没剩多少，又要再重新一次煮水流程。其实也不愿意等煮水，只是这一个煮水的流程一天要跑很多次，我们才意识到真正需要的是定温定量的功能。我最喜欢它的呢，就是无段式定温，从10度、95度的区间都任意自由选择温度。不论是泡茶、泡咖啡、冰开水，通通都可以一键完成。像现在是1月，所以我就会选择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温水温度。每一次我一按，它就会出现精准的温度，这真的设计得很贴心，很省力。就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属于煮饭是凭感觉在倒水的那种人。我常常有时候煮饭的那个比例是靠经验去抓出来的。像这种汤包粉、即溶的饮品都会有一个建议的ml数。使用这个定量的好处呢，你就可以直接依照上面的数字去做设定，非常的方便。煮饭过程经常会需要装满大锅水，这时我只需要一按就能转身备菜，水量一到会自动停止，不用一直盯着水看，帮助料理过程更顺手有效率。一定要分享 Clear 的智慧龙头，完全是懒人福音。上面有3个自定义快捷键，我们家的设定顺序是热水、冰水、常温水，而且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去调整温度和水量，灯光颜色、明暗度也能依个人的喜好做客制化的调整。我们家特别把常温水的按键设定在最下面，也就是我女儿最容易按到的位置。我觉得可以调整这些按键的位置，真的非常的贴心。小孩想要喝水时，放上杯子按一下就好了，爸妈再也不用担心水壶太重拿不稳洒出来了。最后，我也整理了一些顺冰顺乐净水器的一些重点。那如果你们家有想要考虑更换顺乐型或是顺冰顺乐型的净水器呢，希望以下的3个问题呢，可以帮你更清楚的厘清自己的需求。先测量好你们厨房可安装空间范围。
你知道现在的厨房设计越来越小，然后如果是用那种厨乐型的呢，它会需要再一个大水桶，占掉这个厨下的空间至少1半以上。Clear 这台呢是真的很轻巧，它大概只有占我们家1/4的位置。如果你有厨下收纳需求的话呢，请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空间的部分。好看的设计呢很重要，加上我又是白色控，我们家厨房都是全白色的设计。在挑选品牌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就只想要选白色。一看到 Clear 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哦，它实在太适合我们家了。搭配白色流线型面板，还有简约的智慧龙头。这个水龙头呢，它一共有出4种颜色，大家可以依照你们家不同的居家风格颜色呢去做搭配。你是否想减少反复煮水、等水的日常过程呢？或是有特定温度用水上的需求，像是泡奶粉、泡咖啡，以及料理上需要特别的水量呢？ Clear Evo 呢，能够同时达到定温、定量又省电的功能。我们家是在2024年的10月呢购买了这一台机子，当时市面上还没有货，我们就赶紧跟百货公司预定，因为实在是太急着使用了。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，我们家是住在新北市的潮湿山区，一下雨呢，基本上衣服是不会干的，忍了1年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就心想，我一定要买洗脱烘的洗衣机。很多人会好奇，烘衣机的选择这么多，为什么我们家会选择洗脱烘一机式的机型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家的阳台就只有1坪大，是没有办法单独放烘衣机，也就是1台洗衣机、1台烘衣机。这边的空间是放不下上下2台式的烘衣机，上面有电动衣架，在空间条件有限的情况下，我们只有洗脱烘的唯一选择。加上我们家有4个人，洗衣的容量很大，至少呢都要17公斤以上。我们家是买18公斤，然后烘是10公斤。当年那个时候，日系品牌的乐泵式的洗衣机还没有上市。最后在各种条件的评估下呢，决定入手这台 LG 的蒸洗烘脱滚筒式洗衣机。接下来呢，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这1年使用的心得，会列出优缺点，提供大家更多元的参考视角。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，就是烘衣这件事情被解决了。烘衣功能不一定要用，而是多了一个选择权。对于住在潮湿山区的我们来说，我们可以依照天气的状况决定要不要烘衣服。光是这一点呢，我觉得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第二个是 AI 智慧洗功能，它会自动侦测衣服的材质与重量，判断最适合的洗涤方式和时间，一次洗成大约1个小时20分钟。除了毛衣、羽绒衣，特殊的衣物我会分开来使用柔洗模式，其余都是用 AI 智慧洗。洗衣服不用多想，减少家事决策，也是购买智慧型洗衣机的好处之一吧。再来是可搭配 LG APP 使用，像是蒸汽除皱、烘衣设定、洗衣排程等都很方便。我特别喜欢它统筹保养的功能，会记录洗衣次数，超过30次就会主动提醒保养，很贴心的设计。在挑选合适洗衣机容量之前，先问我们家多久洗一次衣服呢？像我们家4到5天洗一次衣服，所以会需要17公升以上的容量。容量大呢，不但可以减少洗衣服的次数呢，也能少晒衣服。优点也说完了，现在来说缺点吧。列出我们家使用1年最明显的2个缺点。烘衣服容易缩水这件事本身就是个伪命题。因为洗脱烘就没有办法做很多细部的调整，烘衣的时间以及温度的设定是没有办法同时进行的。这个细部的调整是只有烘衣机才具备的条件，再加上真的很多的衣服不耐烘，所以我们家采用的做法是选择式烘干。夏天、晴天只洗衣服，再烘30分钟，让桶槽干燥，衣服拿出来晒干。冬天、下雨天，低温烘60到90分钟，再拿出来放到室内晒干，加除湿机。
分享一个烘衣好物，我们家会放羊毛球，烘衣前再打开放入，可以有效的减少棉屑、衣服缠绕，加快烘干的速度，推荐给大家。相较直立式洗衣机，滚筒式不论放衣服或拿衣服都需要弯腰，对于长辈来说确实不友好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们在购买之前呢就知道了，虽然是有一点不便，但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。未来我们也有考虑买同个机型小型的洗衣机放在下面，把高度垫高，也可以洗比较少量的贴身衣物。希望以上的分享呢，能帮助大家在更换洗脱烘洗衣机的时候，先列出你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，是预算、空间大小还是机能呢？为了这些功能，愿意接受哪些的限制？我相信没有最完美的家电，只有最适合你们家生活需求的选择。不夸张，这台真的是我使用过效能最好、CP 值最高的除湿机。我们家早期是使用日系的除湿机，虽然它是标榜1级省电，但是因为机型实在是太老旧了，使用起来还是挺耗电，而且除湿效果很慢，它的机子运作的声音也非常的大声。我会入手这一台呢，也是因为被网络的评价烧到不行。本来是要买16公升的，但这个把手呢是粉红色或者是金色的，因为我本身是白色控，最后就买了18公升。因为这样子它的效能其实更高，实际除湿的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。我们家这台目前已经绝版了，进阶成更厉害的机型了。分享我们家使用除湿机的日常流程。在潮湿冬季或连续雨天，会先把门窗全部关起来，除湿机推到每个房间，放置中间，开启智慧除湿，然后关上房门，等待30到60分钟。这一台大概30分钟呢，就能看到明显的水量。一打开房门，走进去，空气的清爽感呢，还有气味呢，是非常的明显。和我过往使用的日系除湿机相比呢，效能真的是差异蛮大的，运作的声音呢也非常的小。变频的除湿机的效果呢，比一般的除湿机效果大概会提升2到3倍，非常的显著有感。烘鞋的功能呢，是我们家意外使用的很频繁。有一阵子呢，台北大概连续下雨了3周的时间，小孩子呢每天回家球鞋都是湿的。以前可能会用吹风机去吹，一直吹它，或者是用塞报纸的方式，放了1、2天呢也没有全干。那潮湿的鞋子放久了呢，就会容易有气味。这个除湿机呢，还有附赠2个配件：Y 字管、E 字管和一个延长软管。Y 字管是用来烘鞋，会至鞋子的湿度调整时间，一般30分钟就能烘干。我会在鞋子的上面再盖一条小毛巾，烘干效果较好。E 字管是用来烘衣柜抽屉，换季的衣服可能会有4到5个月不会穿，我们家大概2个月会烘1次衣柜。可以降低闷住的气味，也比较不会滋生霉菌。底部有360度滚轮，移动起来非常丝滑。机身的后方还有电线收纳钩，我们家平常就是这样挂着。如果要室内烘衣，我会直接把它推到厕所。倒水也很方便。单手一拉就能取下水箱，整体的使用体验从移动、操作到细节设计都做得非常好。适合一的暖风机在装修之前呢，就被我列为一定要安装的家电之一。我们家的浴室呢没有窗户，加上住在山区，湿气很重。选择台达电子是因为他们家的风扇在业界很有名，拥有核心技术，价格实在，不用万元就可以安装到好。实际使用2年下来还蛮省电的。冬天呢，我们都会开暖风，也会使用干燥、抽风的功能，电费呢也没有明显增加，是一台 CP 值很高的4合1暖风机。
冬天洗澡前，我会开暖房强风3分钟，浴室温度很快就暖和起来。洗好澡换衣服时就不会觉得冷。家中有幼童或长辈的家庭，这个功能很加分。体验过暖风洗澡的舒适感，真的回不去了。平时洗澡后，我们会开换气30分钟，把湿气和气味一起排出。上完厕所如果有异味，也会开5到10分钟，去味效果明显。它换气的声音也很小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主卧的4合1暖风机，这是建商附赠的阳春款，使用传统卤素灯加热，换气声音大。差异很大吧？冬天洗完澡会改开干燥热风30分钟，加速水汽蒸发，降低霉菌滋生的几率。搭配韵律风，热风可以均匀地吹到浴室各个角落，不论墙面、地板、毛巾都能同时干燥。先用刮刀把墙面和地面的水刮掉，运作时间就不用开太久。凉风模式呢，主要是夏天使用，可以减少炎热夏季的闷热感。我们家呢比较少用到这个功能。另外，我很喜欢它小夜灯的设计，半夜起来上厕所不用开大灯，担心刺眼睛，刚刚好的微光会维持30秒的时间。这台暖风机虽然不是最显眼的家电，但它确实让我们家的浴室在1年4季都能使用的很舒适。以上呢就是我们家入住2年最有感悟的家电分享。下一集呢会带大家开箱我们家的 room tour，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好笑？开始。这个神经病啊，一天乱吼乱叫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快折寿了。我已经按了，他已经按了，是不是自己按了？好，这样子是居然掉下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有录到给大家看，其实我是跪着在录。我最喜欢的呢，就是它无段式定位。知道拍摄的过程其实还蛮长的，所以就是会为自己准备一些小点心。这是我的桂圆酥，我是边吃边拍，因为我实在太饿了，低血糖。就使用了。是2024年，我刚刚讲2024啊。我老公说我说了2004，我讲了2004吗？我们家是在2004年的10月呢购买了。咱们再重一次啊！我们家是2024年，我们家是2024年呢购买。